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节目。今天我说个突发事件，因为这前2期做了川普对吧，赢了或者输了我很精彩，好多网友都留言看了今天再做一集因为今天什么呢？今天看到有一个突发事件突发什么事件呢？法国尼斯又发生一起恐怖事件今天的标题是什么呢？由法国尼斯恐怖袭击事件分析产生的原因，以及欧洲反恐现状和欧洲的反恐措施，对吧？中国的机遇又来了是吧？我们听我慢慢说法国巴黎人报报道法国当地时间10月29日上午9时许就是今天法国尼斯市中心圣母院附近，一名男子多次高呼真主之大，对吧？就是拉卡巴那些东西并当街袭击数人，造成3人两女1男死亡其中至少2人被割喉。我靠，他们就喜欢割喉斩首还或者中世纪，对吧？他们觉得有可能这种方式过瘾，你知道吧？袭击者随后躲入教堂内但被警方击伤并逮捕没乱枪打死对吧？尼斯市市长克里斯蒂安埃斯特罗西抵达袭击现场，并表示此次袭击同此前法国教师帕蒂遭斩首的手法一致，对吧？一切迹象表明此次持刀袭击是恐怖主义袭击。警方已对中心圣母院以及周边地区全面封锁。埃斯特罗西表示要求关闭尼斯所有的教堂据悉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在赶往尼斯的路上。你看马克龙忙不忙刚去去处理完国葬，对吧？法国斩首老师，我稍微说一下就是法国历史老师塞缪尔帕蒂被当街斩首，对，被18岁的车臣裔移民难民当街斩首。对吧？在10月16号的事，怎么回事呢？帕蒂历史老师塞缪尔帕蒂在他是教历史的，在课堂上教学生讲到穆罕默德先知的时候他是讲言论自由，然后法国人你知道他就深信那种浪漫就是放荡不羁那种样子的人呢他有艺术细胞，画了个漫画，我估计我没看到这个漫画，我估计挺那个的，挺怎么说的，羞辱的。我估计就像当年2015年查理周刊我看到过他画穆罕默德先生说实话，如果我是穆斯林，我看了非常生气，对吧？不说然后被那个人气死了，然后好像就当地那些穆斯林的社团要发出追杀令，然后他花了300欧元去问大学他教学校学生把他的路线图弄个，然后他厨房抽了一把长的斩骨刀，把他当街斩首了，巴拉巴拉，然后警方也扣押了他在校任他历史老师学生被怀疑帮助凶手，就是收钱那几个学生，对吧？然后又抓了15个人，包括凶手的祖父父母17岁的弟弟以及在网上发起针对帕蒂攻击的一名学生家长，还有一名被法国媒体称为激进伊斯兰分子的教士，对吧？这名学生家长和教师被当局指控在网上发布针对帕蒂的伊斯兰追杀令，伊斯兰教追杀令，对吧？还有网上发帖支持就是支持去杀历史老师的发帖支持凶手80多人都被警方调查了，对吧？都被然后审视盘查怎么样法国人这下发毛了然后呢，法国总统在索邦大学1月20日举行隆重的悼念式，以国葬的规格安葬了塞缪尔帕蒂老师对吧？法国总统呼吁欧盟针对恐怖分子网络传播尽快采取行动难道法国也要学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吗？GFW 嘛，对吧？不一直说中国没人权没有言论自由，对吧？说这个说那个他怎么也要学中国了？我也搞不懂。我跟你讲，这个世界打脸太快了，马上就打脸了，对吧？说别人容易，说碰到自己了就什么民主自由，去他妈的，对吧？我跟你讲，然后法国政府，我相信法国政府随后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强化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打击力度
主要是加强对涉及恐怖主义的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是它内容主要的那个打击内容之一啊。那个法国总理卡斯泰也在布鲁塞尔强调啊，需要在欧盟层面对社交网络进行更加有力的监控，对吧？不光是法国，欧盟整个欧盟，对吧？然后那个法国总统马克龙10月28号表示，欧盟有关强制要求网络平台在1小时内删除涉及恐怖主义内容的信息，他们应该尽快完成。我靠，到现在还没谈好啊！我们一个命令就 OK 了，对吧？你说民主自由都碰到事情都是急死人了。人都被斩首，又连续21号，今天几号？16号，29号，隔了2个礼拜又发生一起那个恐怖袭击事件，对吧？那个马克龙当天在总统埃里舍宫与到访的爱沙尼亚总理那个举行会谈的时候，对媒体做出上述表示，对吧？他说，恐怖主义那个内容信息与其他任何非法信息都不同，它具有杀伤力，而所有的人都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这是个重大的安全问题啊。巴拉巴拉。另外，法国还宣布关闭了那个彭坦市的清真寺mosque 被关了啊。其实我跟你讲，根本不用关 mosque， 他一关 mosque 就什么宗教自由没了，对吧？那个我们中国都有宗教自由，不是清真寺多的是那个西北回民那个青海新疆清真寺多的是不关这个那帮我跟你讲，那帮现在欧美人就已经智力退化到这个地步了你关清真寺有什么用主要是人对吧？好，那个就是据那个调查公司记者那个采访一名哲学老师那个叫那个亚历桑德拉吉汉说那个告诉那个采访者说他的几名学生说那个历史老师被杀的那个历史老师活该，因为他那些漫画太过分了他们不应该那样亵渎先知，对吧？那个我估计他那个漫画确实挺过分，我没看到，因为我网上没有，对吧？网上没有那个查理周刊那个漫画15年我看到过，我靠，我不想说了，太那个了。说实话，我看了都生气，法国人很多事情真的做的挺过分的，对吧？你看他现在遇到那个难事了吧？那个开始怎么样了，对吧？当初骂起我们那个没人权什么的，说我们新疆集中一样种族灭绝，他妈现在张口就来活该，你看都他妈活该还有法国许多法国的老师教育界的人认为因为这个是老师嘛，教育界的人群情激愤大游行怎么样，对吧？15年查理周刊那个血案改变了他们的观点原来那个他们大部分就是觉得，哎呀，你做的不对，你不应该这样，他是调侃，不是也带了少许恶意，不是太多的恶意，都是调侃。但是他事情发生，他就说原来是指责他，你不应该这样，现在他就说，他就认为他们就认为。那个伊斯兰激进分子不应该那个做出那种过火。那查理周刊那帮查理周刊死了12个人就血洗整个那个漫画上全死了，全被他们杀光了，对吧？民调显示15年那个血案袭击的事情发生后法国民众的态度变得对那些恐怖分子那个态度变得非常强硬大多数人对该杂志发表的漫画表示支持了。原来就是无所谓，或者你这个别说人家，对吧？因为人死了12个，太厉害了表示支持。在那之前，大部分民众认为呢，没有必要，对吧？去惹人家。与此相反几乎超过70%的那个法国穆斯林认为那个查理周刊发表那些图片是错误的。说实话，我看了我也生气说实话是不应该这样。他吃饱了撑的，对吧？那么多作品你不去调侃，你去调侃法国总统那个当时是谁15年是那个叫我名字忘了，对吧？马克龙之前是谁不说了好，我再盘点一下近年来欧洲发生的重大恐怖事件重大恐怖袭击事件那个包括那个欧盟主要国家那近年来全球恐怖袭击呈现了新特点，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在内的欧洲主要国家发生多起类似的一人一刀一车的那个独狼式的恐怖袭击严重威胁欧洲安全第一起一共17起，我收集了一下一共17起。第一起，2014年5月24日发生在法国，一名法国男子持冲锋枪闯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犹太博物馆，开枪打死一对以色列夫妇，一名法国人和一名比利时人。涉案男子曾效力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IS 对吧 ？ISO， 美国人叫 ISO 对吧？好，第二起，2015年1月17号，法国那个
那一起呢，就是第一起啊，在比利时，我们就算在比利时头上，好吧？不应该在那个人是法国国籍，但是我们算在比利时头上。第二起，2015年1月7号，那个法国对吧？那个巴黎州那个就是《查理周刊》啊，杂志社总部遭到恐怖袭击，造成包括主编在内的12人被打死，对吧？同月8月和同月那个8号和9号啊。那个2015年1月8号和1月9号，法国又发生多起恐怖袭击，这那个连环的，你知道吧？恐怖袭击事件啊，除被击毙的武装分子之外，共造成17人遇难，哇，死了17个人。第三起也是法国啊，2015年6月26日啊，一名袭击者携带极端组织的旗帜啊，驾驶车辆闯入法国圣冈丹那个法拉维耶工业区的一家工业气体工厂，我靠！造成巨大的爆炸和火灾，但还好没死多人，死了1个人啊，多人受伤。2015年8月21日啊，又是那个法国啊，一列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开往法国巴黎的国际列车发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重伤。携带武器和大量弹药的摩洛哥嫌犯被乘客制服后啊，在法国北部的阿拉斯火车站被警方逮捕。第5起，2015年11月13号，也在法国。首都巴黎发生连环恐怖袭击事件，枪手在多处以机关枪扫射的形式那个扫射，然后引爆自杀式炸弹，我靠，厉害，造成130多人死亡啊，350多人受伤，其中99人伤势严重啊。那个伊斯兰国啊 ，ISIS 对吧 ？ISIS 承认对此负责啊，你看多厉害。第6起啊，2016年3月22日，比利时对吧？第2起了啊，比利时第2起了是吧？首都巴黎那个不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市郊的扎芬特姆机场和市内欧盟总部附近地铁站接连发生那个爆炸袭击，定时炸弹对吧？造成至少30人，我靠，死了30人啊，300人受伤啊。第7起，2016年7月14日，7月14号，法国国庆，对，7月4号我记得是法国那个当晚上，一辆卡车冲入法国南部那个尼斯啊，就是尼斯对吧？今天的那个也是尼斯，尼斯是很有名的那个旅游城市。那个法国南部的观赏烟花的表演人群之中，一辆卡车冲过去啊，造成至少84人死亡，死了84个，我靠，202人受伤啊，又是伊斯兰国宣称那个对此负责。这个 ISIS 真是真他妈的不是人了，魔鬼啊！他们就是魔鬼的化身，你知道吧？那个就是这第7起啊，然后是第8起啊，又是法国2016年7月，一名神父在法国诺曼底教堂被2名袭击者割喉啊！你看又是割喉啊！攻击者被警察击毙啊！第9起，2016年12月19日晚，在德国一辆货车冲进柏林西郊城区那个繁华地带一个圣诞市场的人行道，造成12人死亡，49人受伤，对吧？伊斯兰国宣布对此负责啊！你看他们说法都差不多，对吧？那第10起，2017年3月22号，英国一名男子驾驶汽车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议会大厦附近冲撞人群，然后冲撞之后，车停下来下车，再持刀行凶，造成包括凶手在内的那个5人死亡，有约40人受伤啊。那个又是一个伊斯兰国宣称ISIS 为此负责。11起，2017年4月3号，俄罗斯，这次俄罗斯了那个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发生爆炸事件，造成14人死亡50多人受伤。俄国总检察院随后将此爆炸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对吧？第12起，2017年4月7号，瑞典一辆被劫持的货运卡车大货，对吧？高速冲向瑞典那个斯德哥尔摩中心那个皇后大街上的人群，我靠，他们都是一样的造成4人死亡，15人受伤。凶手随后被证实是那个伊斯兰国成员，对吧？都是历史的。13起2017年5月22号，英国曼彻斯特体育馆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22人死亡，66人受伤。伊斯兰国又是伊斯兰国宣称对此负责。14起2017年6月3号，英国警方在那个伦敦当晚宣称发生至少3起安全事件，其中包括一辆货车以80公里的时速冲上伦敦桥人行道冲撞行人，造成至少6人死亡。我靠，就是群体事件那个厉害第15起又是在法国。2018年5月，首次发生了在车臣出生的那个法国人袭击者在法国实施恐怖第一次就是车臣的人在法国做出这种恐怖袭击事件。
一名持刀男子在巴黎市中心捅死一个人然后捅伤4个人，然后被警察击毙法国目前大约有3万多车程亿的人，车程厉害。16又是法国就是第16期就是10月12号历史老师Samuel Paty 对吧，被当街斩首17那就是第17起就是就是今天早上10月29号早上对吧？在尼斯一名男子然后袭击数人割喉割了3个人两女一男对吧？他被乱枪打死那么现在算下来就是从2014年5月到2020年10月在欧洲主要国家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一共有17起，其中法国占了9起英国3起，德国1起，比利时2起，瑞典1起，俄罗斯1起我都盘点一下，你看对吧？装圣母都我们对吧？要让你们难民进来怎么样？因为他们造的孽，那些难民都是利比亚、叙利亚、也门还有哪些这些就是他们那些原殖民地后来独立的以后的，然后他们压迫欺诈的鼓动他们打内战，挑唆他们打内战，造成人家国破家亡，没法去。好，你收吧，真收了，你看就是报复他们，活该全活该那帮白皮猪然后我第3点我再分析一下欧洲穆斯林人口极度膨胀。它极度膨胀，现在人口结构已经彻底改变了，对吧？这个膨胀的原因是什么那就近年来法国社会观念分歧、社会撕裂日益明显，民族和宗教对立日趋严重，情况非常复杂，难以轻易调和。教师被当街斩首案被当街斩首这个案件暴露了法国一直存在的深层次的社会冲突，还有海外武装就是侵略别人对吧？利比亚都是法国挑头去轰炸的，叙利亚法国也参与了，你知道吧？影响造成难民潮，你知道吧？一些移民难民后代切身体会的这种种族主义还有他们被就算你到法国、到德国、到哪里英国被边缘化，人家不把你当人你看底层的底层，你知道吧？那种人然后还有什么价值观的认同，对吧？没办法，据资料记载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2010年这10年里欧洲伊斯兰教、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增长比例达17%，很厉害是欧洲伊斯兰教欧洲胜负最大的人种。欧盟19个国家里面，穆斯林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2300多万。那整个欧盟有多少我忘了，好像2亿多人，还1亿多人，人不多的，对吧？而且还有几百万在欧洲国家没有取得国籍的穆斯林拿绿卡或者黑户口，是吧？那德国、荷兰、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穆斯林这个数量增长的最快，因为他们日子过得还不错，对吧？虽然现在不行了，但是相比那些难民国家是一个天一个地，是吧？全跑那边去了，是吧？而且有的欧洲国家早已经是穆斯林国家了，比如阿尔巴尼亚科索沃那种小国家，对吧？都已经绝大部分就是大部分人口都是穆斯林了都穆斯林了就有一句话我们都好多年都传说，就是说一旦伊斯兰化就永远伊斯兰化，就伊斯兰化也是非常有排他性的，就是说伊斯兰教扩张性很强，然后伊斯兰教就非常我记得从他这个教诞生那天开始就有非常强的排他性好像就是说原来有一种传说嘛，就是说信伊斯兰教的人非常排他，然后你是异教徒，他会逼着你去信他的伊斯兰教，如果你不信，他会把你杀了。但是这个不是事实这不是事实。我跟你讲，我后面会说这不是事实，这是谣传谣言那欧洲穆斯林人口极度膨胀，这是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二战以后德国战败了。马歇尔计划对吧？德国要重建，但是德国重建难度很大，为什么？劳动力不够男人都去打仗了，死光了或者被俘了人几十万还是几百万我记得100多万人还多少，都被抓到被美国人被盟国俘虏，他还少，被苏联人俘虏，全部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死了好多死了好几十万人了，我跟你讲。
那个青壮年就对吧，死的死，伤的伤，俘虏的俘虏。那女人啊，到后来就是我那个工厂里啊、店里面、街上走，都是女人在干活啊。所以你看男人少，没人了，你知道吧？都那个劳动力极度稀缺。那为了重建那个国家，那德国只能不断的从那个旁边的土耳其是那个算伊斯兰国家了，对吧？引进劳动力啊，而这些土耳其人啊，慢慢就流到越来越多，并在德国的那个还有德国附近的国家繁衍生息。对吧？但是呢，德国那些欧洲的高福利那个国家生活安逸啊，对吧？那个工资又高，福利又高，对吧？你只要拿了身份，你就啪就待遇就上去了，对吧？那吸引了大量的土耳其人那个疯狂涌入啊，对吧？一代只要一个人过去了，一代二，二代十，二代五，五代十，就这样过去了，经济朋友什么都过去了，对吧？那当然，那个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也涌入那个德国啊，或者好那个欧盟发达国家。所以那个在欧洲主要那个发达国家那个穆斯林人口不断增加，我跟你讲就像那个几何级数增加，它多会生啊，你知道吧？那个第二个原因啊，那就是那个美国啊，就是在那个911之后啊，不断的在中东啊打仗啊用兵啊，对吧？那个随后有那个你看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啊，又在那个叙利亚搞，对吧？又跟法国一起搞利比亚啊，也门也是美国人搞的，对吧？法国也有一腿，我跟你讲，那帮那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他就是侵略成性啊，他就是不打仗特难受，你知道吧？不打就难受啊，然后那个叙利亚、利比亚、也门这3个国家被他们搞了以后，就是就是中央政府没有了，然后就是开始内战，军阀那个大家互不买账。就像我们当初那个袁世凯死了以后啊，他手下那帮这个大帅张的什么皖系军阀，什么这个系军阀那个系军阀，原来都是袁世凯手下的那些骄兵悍将。原来袁世凯能把他们能搞得定驯服，他们看到袁世凯没话说啊，那个听那个服从命令。但袁世凯死了，好那个都互相不服啊，那就大家就是抢地盘嘞，为了抢地盘就打呗，就军阀内战，然后打得一塌糊涂。日本人一看哟。那个你们那个中国现在真的变成这样了，你们嘛被你们那帮废柴占了那么好个地方，还不如我来占。你看开始侵华了，对吧？国家一乱，什么乱七八糟事情，那个人那个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坏事都来了。我跟你讲，真的，所以国家一定要富强啊，国家一定要富强。好，当然那个叙利亚、利比亚、也门3个国家，就是打了大规模内战，打到现在还没停啊，特别是叙利亚，到现在还没消停，是吧？那个还有那个大国在背后那个搞那个代理人战争啊！你看大规模的战乱是造成真的好几百万的难民涌入欧洲啊！那这些难民呢，那都是对吧？廉价的劳动力对吧？进入那些欧盟发达国家以后呢，是能够在相当大的一部分解决劳动力那个用工不足的问题，确实是这样。但是而且又便宜啊，他给口饭对吧？给口饭吃，给个地方住就干了，工资意思就行了，甚至不给工资他也干，他要是活啊，他要活命啊。但总比在国家被当炮灰会被就是拉，他们那边也拉壮丁啊，对吧？或者你不去你不说那个ISIS 的那个什么所谓的圣战士，就把你杀了，全家都杀了。我跟你讲，那帮人啊，有个这个魔鬼啊，对吧？那么欧洲的那些发达国家就是互相利用吧，有利用价值，对吧？也实现了发展啊。那说白了是吧？男人出卖体力，女人做性奴。我跟你讲，那特别是叙利亚女人，那很有名的，长得又漂亮。哎呀，不说了啊，那个自古到今啊，叙利亚女人一直是那帮男人的那个就是垂涎三尺的那个尤物啊，到现在还是这样。她人种好，女人就是漂亮。我跟你讲，哎呀，那第3个原因啊。欧洲国家的民众啊，都生活在高福利下啊，福利高啊，对吧？眼吃晚不管他能享一天福就享一天福啊，什么活都不肯干啊，辛苦活不干啊，宁可在家吃国家福利都不去干，对吧？那国家也不能，那民主国家对吧？又不能强来啊，那劳动力就肯定短缺。那欧洲国家生育又女的也这样啊，那凭啥我怀胎10月还要教育孩子，还要怎么样？生孩子很累的，把他拉扯他很辛苦的，对吧？不生，所以欧洲那个到目前为止，欧洲那些那个年轻人的生育率非常低。那么好了，那么那个
欧洲已经进入那个老龄化的社会啊，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年轻人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啊，相反啊，那些穆斯林对吧？他们生育能力本来生育能力就小，本来吃不饱，后来一吃饱了对吧？那个怎么说，饱暖思淫欲了，对，然后呢又没有什么当地语言又不通，文化也有个相当大的那个差距，那回家干嘛？回家是造人呗，对吧？然后呢，欧盟那些发达国家福利又高啊。他们有补贴的，你知道吧？孩子生的越多，补贴越多。打比方，生个孩子1个月给你打比方，欧元给你打比方300欧元或者500欧元，你生10个不是3000、5000欧元啊？他拼了老命的生啊，你知道吧？哎呀，我跟你讲，所以这也是欧洲穆斯林数量急剧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啊，重要因素。我这里再说一下啊，还有一个原因，什么是我这里插一下，是个土耳其的因素啊，土耳其啊。他原来是那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啊，他号称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继承者啊。那个总统埃尔多安做梦都想恢复昔日奥斯曼帝国的荣光，对吧？最近几年拼命扩张啊，他那个号称是那个伊斯兰那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啊，信奉其实他是泛突厥主义啊，泛突厥土耳其对吧？就是突厥啊，都突厥人。长期支持伊斯兰的极端主义者啊，又长期支持我们那个疆独啊，我们的疆独那个东突运对吧？我们东突都知道对吧？东突运啊，我这里说一个啊，那个东突其他就不说了，怎么形成的怎么样就不说了，我就说一个，他土耳其那个东突运啊，有一个重要的那个不是创始人，有一个也是都大概2号3号人物啊，被他逃出去了当年啊，重要人物那个叫那个阿卜杜卡德尔亚普权啊。02年起就在土耳其是政治避难啊，土耳其收留他了，对吧？那军管迫于中国的压力，土耳其在2016年把他将其逮捕，把他抓进去了，但是一直拒绝遣返中国啊，等于没说那个意思啊，对我来说我把他说了，等个软禁啊或怎么样，对吧？有自由的到处跑，我跟你讲啊。那个2002年到2016年这15年间啊，那个叫阿卜杜卡德尔亚普权一直在土耳其遥控那个指挥新疆的那个东突分子，或者新疆外边靠近新疆的阿富汗啊，那个巴基斯坦那个交界处的那些东突分子，阶级支持中亚5国那边对吧？哈萨克斯坦那边那个东突分子遥控他们搞事儿啊，15年之前多乱对吧？新疆75事件什么乱七八糟都是他们搞的，恐怖事件，袭击是那个。还一度担任那个伊斯坦布尔某一个反华电视台的定期嘉宾啊，定期去给他钱，定期去骂共产党。他长期那个经常去的，有可能1个礼拜1期啊，就是长达几个小时，就是公开指责共产党，中国怎么样这样啊。而此人那个2015年在伊斯坦布尔又接受过香港一位学者的采访，你看香港那帮人，他妈的都不是东西啊，不能对他们客气，我跟你讲啊。所以说我跟你讲，土耳其就是一个大毒瘤啊，就是这个大毒瘤。如果有机会，我们要联合俄罗斯啊，联合欧盟一些国家，要把土耳其把它给肢解了，就彻底把那个他所谓的那个奥斯曼帝国的美梦啊，把它彻底冷水浇灭，把这个念想都就弄绝了就行了，他就没那个念想，他就老实了，你知道吧？老实了啊。那我就举例子啊，土耳其最近闹得挺欢了，是吧？那最近你看啊，那个跟那个。接连着跟那个德国和那个法国闹不愉快，对吧？那个10月28号消息啊，那个德国警察在柏林清真寺祈祷期间进行了搜查啊，对此埃尔多尔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和不满，并指责啊这个举动是对穆斯林的不尊重，亵渎了穆斯林信众的信仰，也是欧洲对穆斯林的攻击行为。德国警察的行为啊，是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欧洲的法西斯发展到了新阶段。你看，人家说他恐怖主义吧，他说欧洲是法西斯，对吧？人家警察去清真寺那个搜查那个恐怖分子，对吧？他说他是法西斯啊。欧洲各国的反穆斯林阵线正在形成若欧洲各国不能尽快改变这样的现状，那么欧洲或将从内部走向毁灭。我靠，埃尔多安也敢说啊？那第二个看他又跟那个马克龙法国又搞起来了啊。那个10月24日对吧？因为什么？不是那个10月16号那个法国历史老师被那个车臣一的那个杀手被斩首了嘛？那个马克龙那个嘛就指责他极端的那个什么那个恐怖主义，然后那埃尔多安称那个车臣那个凶手啊，埃尔多安在10月24号的电视讲话中当众羞辱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就直言不讳说马克龙需要接受心理治疗。我靠，人家是联合国5常的那个首脑哎，你就这样，你土耳其是个2流国家，说不定2流还说不上，对吧？
还这样，哎呀，埃尔多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言论，是基于马克龙据了对那个巴黎那个遭斩首事件的那个老师遭斩首事件的回应，你知道吧？那个有消息称啊，这个遇害的那个历史老师啊，那个曾展示过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的那个漫画，而导致那个遭受穆斯林的教徒的攻击袭击啊。而马克龙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事件。此前马克龙提出开明的伊斯兰教的想法啊，然后他表示法国有将近600万的穆斯林现在就是他醒悟过了，他说法国人穆斯林有600万，存在了反社会的那个风险，那600万那帮人如果团结一致一条心，那法国不爆炸了，对吧？那面对埃尔多安的羞辱啊，法国方面迅速做出了反应啊。据环球网消息，对吧？10月25号，法国方面宣布了，已经召回了驻土耳其的召回大使了，这个挺厉害的召回大使了，就比断交好一点点，已经召回大使了啊。法国人认为啊，土耳其在法国遭遇恐怖袭击的事件之后，非但没有对袭击者表示谴责，相反的还一头挑起针对法国的仇恨情绪，对法国总统发表侮辱性的言论，土耳其方面的种种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对吧？事实上，土耳其的扩张性政策已经日益明显了，对吧？由于近来土耳其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冲突中公开支持阿塞拜疆是穆斯林国家，对吧？并为阿塞拜疆提供各种物资啊、武器装备啊、什么人员培训啊之类的啊，甚至直接派兵上次对我确认派了3000还是4000个现役军人到前线去了，是吧？导致达卡还是纳卡，但是纳卡地区的局面失控了啊！我估计战争还要扩大，还要升级啊！现在是被俄罗斯因为阿塞拜疆跟亚美尼亚是原来都是俄罗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原宗主国嘛，面子总要给点。然后前段时间不是中央电视台不是放吗？无人机的导弹打坦克1打1个，然后炮弹轰都是精确制导啊！你看人都死了差不多了，弹药都消耗了光了，现在得积攒力量啊！现在得平静一段时间，过一段肯定还得打，还得扩大规模了。我跟你讲。亚美尼亚，我跟你讲，是我国“一带一路”的连接新疆和伊朗的必经之路，是战略要点。我跟你讲，是不能等闲视之，这个是战略的非常要紧啊。除了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的冲突，土耳其还干预过叙利亚问题，干预过，对吧？上次为了叙利亚库尔德的事情，我不是还2年3年前把一架苏24还是苏34打下来了，把俄罗斯一个飞行员都死了，对吧？这个事情闹得挺厉害的，还以难民威胁欧洲，对吧？又跟希腊在领海问题上啊，搞得很不愉快。所以我跟你讲，由于土耳其刻意引发穆斯林仇恨情绪啊，很多现在就这几天，很多中东穆斯林国家已经开始抵制法国货了。我看到有过我新闻，具体怎么忘了，好像就是抵制法国货啊，对吧？抵制啊。还有，我归纳了一下，就是说我简单的分析一下，因为不可能详细说要说几天几了，就是什么，就是在欧洲啊那些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啊形成的一些原因啊，我大致归纳了一下，简单的表述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啊，因为不可能太详细啊。伊斯兰教其实这个教义它是崇尚和平发展啊，就像我前面说的，说什么伊斯兰像排他主义啊，排他性是有我承认，但是他说如果是劝你异教徒去改信他伊斯兰教，不改信他教就要把你杀了，他教义里面没有那么说啊，教义里面就是崇尚和平发展，对吧？是劝人与人为善的啊。是包括他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啊，什么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这个教那个教。都是要叫人做好事、做好人，都这样。但是，为什么伊斯兰极端主义会形成，而且成蔓延之势呢？还那么多人相信，并且为他们为之献身呢？我分析了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部分伊斯兰极端派别，伊斯兰教派里面分好多派别，什么什叶派、逊尼派，什叶派、逊尼派也好多派，里面有一小部分是走极端的这种派别啊。他故意的曲解了古兰经啊，就是伊斯兰古兰经教义啊，把先知要求教徒抵抗异教徒的侵略和迫害的战斗啊，因为先知教徒，如果你遭到
异教徒迫害和侵略了，你可以战斗啊，对吧？被允许可以进行反抗，去斗争，但是这是有前提条件了，不是说你可以主动去那个了，对吧？他们曲解了这个先知的那个古兰经的意思啊，所以这些极端教派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了。那自从那个美国911事件开始之后啊，那段极端的伊斯兰极端这个主义啊，极端思想就在世界各国那个穆斯林群体里面蔓延开来了对吧？那个最有标志性的就是那个911事件，然后呢那个 IS 是美国人那个中央情报局那个把他养大了，但是他就能做大，能招那么多人，全世界各国人都去叙利亚去为他卖命，那也是不容易啊，那也是他的本事啊，对吧？说明他的那套思想很有那个蛊惑性，你知道吗？很有蛊惑性啊，这个是第一方面啊，那个是那个思想方面。第二方面呢，我认为就是伊斯兰极端恐怖活动啊，这个说到底还是经济问题。我跟你讲，就是欧美各国内部现在利益分配那个经济利益分配不均衡，阶级固化严重。我一直在说，对吧？美国、欧洲这些欧美那个发达国家，阶级固化严重，贫富非常悬殊啊，经济社会和社会各个领域的资源啊，社会资源都被少数的权贵阶层牢牢把控了，普通民众根本没有上升通道啊。那个你要读个大学都贵得要死，还欠一屁股债，对吧？所谓的民选政府根本丝毫不管你那帮难民底层人的那个死活，他根本不管。我就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过去那个香港这个前2年的香港一样，对吧？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房价那么贵，他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对吧？好像200块，还1万多那个港币。那个他们那个就是1平米呢，就要好十几万啊，差一点的8万9万，稍微好一点就10几万，他哪买得起啊？卖人都买不起房子，对吧？对钱没有一点没有信心啊，对吧？香港政府也不管，香港政府走的是精英政策，对吧？跟那些地产商啊、李嘉诚啊什么那帮人搞在一起，对吧？好的不得了。然后北京也不管他，对吧？北京你1国2制啊，你只要不出大事我不管啊，你知道吧？你税也不要你交，你就自己活着蛮好，不要来烦我，对吧？那好了，你知道，所以你看，美国人、台湾那帮那个反华分子，那个台湾伪政府，还有国际上那些反华反共分子，那主要背后一煽动，那帮年轻人脑子一冲动就来了，对吧？然后又有钱拿，我靠！那他不是上班，你不是那个香港动乱那个国安法出来之前，不是经常被那个拍摄去那个去闹了那个口罩雨伞一弄，哇，打砸抢烧弄完，那个旁边小路上开始发钱了，他拿工资啊，他是为了我赚钱，你知道吧？你真以为他为了民主自由？别去他妈的啊！还有什么？就像那个10多年前的新疆一样，对吧？那个09年75事件，对吧？2014年3月的昆明火车站那个就是那3个还是4个那个新疆年轻人拿刀就砍的那个游客，对吧？那个就说到底就是什么呢？当地的人呢太穷了，然后没文化啊，也没人管他，也不关心他。说实话，当时关心不够啊。兵团只管兵团自己害人的事儿，你是南疆那边谁来管你啊？对吧？你对吧？你造反了，我把你镇压了。但是说实话，这是我们是做的不太到位。你看后来啊，就是没处理好，当时那个当地政府、兵团还有中央都不当回事。你看然后他受到那些极端思想的鼓，他看不到希望。你看原来那个全国各个大城市，那个新疆的小偷多啊，那个所有地方商场、那个公交站、地铁站。那个马路上全是新疆小偷啊，抓都抓不完。他还有少数民族还可以拔刀。可以捅你一刀，然后又有少数民族政策啊，对吧？还有那个什么2少1宽的政策，对吧？我告诉你哦，我不想说某位领导的名字啊，这个2少1宽这个害死人了，对吧？抓进去就得放了，又不能怎么样，对吧？你看还有著名的切糕事件，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民族没搞好，就乱七八糟事情都来了，你说是吧？然后呢，我跟你讲都是这些事情没处理好，然后呢，习大大15年之后，你看。这种事情越来越除了那个就是说在教育营啊，技能职业培训营啊，然后教小孩子那个该读书的去读书，对吧？双语教育怎么样？哎，就人心稳定下来，那该抓的抓，该杀的杀，那是必须的。然后其他的人就是我给你培训，我培训营我教你说汉语，你不会说汉语，你无法融入主体世界啊。我们汉人是那个主体民族，你必须融入我们主体社会，你才有饭吃啊，对吧？你是少数族裔啊，所以我觉得习大大全方位的
多维度的，包括那个今日扶贫派那个驻村干部到南疆，就去挨家挨户的去扶贫帮你真的，我有亲戚在做扶贫干部，真的做的非常到位啊。我觉得习大大这个事情处理非常好，绝对是为了那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啊。那觉得就你看你那帮人啊，有了一技之长啊，学了汉语了，也跟大部分人汉人能够那个平等交流了，对吧？他有归属感，你知道吧？看得到希望了，国家关心我了。那谁再去做恐怖分子啊？做恐怖分子没办法了。对吧？就是活了没尊严，看不到希望。那帮人稍微给他点小钱，他就去干了，然后骗他，你死了啊，那个上天堂，天堂上面路上全是蜂蜜，给你72个处女。你说那帮人脑子一热，就年纪轻嘛，不懂事儿，就开始搞了，对吧？这真不好啊。那欧洲的穆斯林难民也一样，他们大多数的都是赤贫啊，极端贫困，很多人逃命了，连命都丢了。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叙利亚那一艘偷渡船偷渡到意大利，对吧？船翻了，海滩上的那个面朝下的那个小男孩的尸体啊，让全世界多少人的心都碎了，对吧？那都是欧美人做的孽，你知道吧？现在他们该遭到报应了啊，开始活该啊，该遭到报应了。那在欧洲的那个穆斯林难民，很多都没有受到过基础的教育，都是文盲，有的甚至都是文盲，特别是女的啊。他们穆斯林就是特别重男轻女，跟我们过去古代一样，女人无才便是德，对吧？没有一技之长，那帮难民没有一技之长养活自己啊，找不到工作啊，有时文盲法语或者德语也不行，对吧？无法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是吧？整天就那帮年轻人无所事事，就聚在街上，你就聚在街上干嘛呢？就去偷啊，去抢啊，打架什么犯罪啊，什么事情都来，然后吸毒啊，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来了，对吧？你没有，你没有好正当的工作去有正常的收入，让你养家糊口，让你过得有尊严，看得到希望，你就是犯罪，真的就这样。所以我跟你讲，当然你没有收入啊，就是我再说一句，就是我们中国那个老祖宗话，我套用一句老祖宗的话啊，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吧？那就说的一点没错，当你没有收入啊，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啊，来到所谓的富裕的发达的欧盟国家去生活啊，然后真的比狗还不如，就像前两天凤姐不是说对吧？在美国梦碎啊，有时候活得比狗还不如，那没错，人家有钱人的狗比你活得滋润100倍，对吧？他们那边人活得一点没尊严啊，我看不到希望，对前途没有一点信心啊。一旦被那些伊斯兰极端教派的那些教义的人，极端教派的人那个派别的人教义洗脑之后啊，那觉得反正自己都是烂命一条啊，所以去为他们去圣战了，对吧？幻想着自己死后能上天堂，路上躺着所有的路上都躺满蜂蜜，他们认为蜂蜜是很贵这种东西，对吧？有72个处女陪你怎么样，然后就去搞恐怖活动了，是吧？所以我跟你讲，真的那个还是归根结底就是经济利益啊，那个资源分配，是吧？第6点啊，就是最后一点，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欧盟各国应对这些年来层出不穷的恐怖袭击，它应该采取的一些措施啊，要想真正的从根子上斩断伊斯兰那个极端思想的蔓延啊。真的可以考虑学习我们的中国的新疆模式，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对吧？用我们习大大说去做我们做中国人权的那个教师员，你有什么资格啊？你自己搞得一塌糊涂，民族矛盾，对吧？你派一个那个代表团学习团来老老实实拜我们为师，说不定我们还教你2招，对吧？教你2招啊。那个你看前段时间法国还为了去那个拍美国马屁，带头啊，在欧盟哪个会议上我忘了，带头啊谴责我们不讲人权了，说我们设立集中营关押了好几百万那个维族人啊，进行种族灭绝了，打这个巴拉巴拉巴拉啊，你看现在遭到报应了吧？真是现世报，活该啊，活该啊！我认为至少应该欧盟如果有应对措施什么呢？欧盟要开一个紧急会议，然后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啊，是全方位的去打击那些有的伊斯兰那个极端的恐怖主义分子，比如建立那个互联网那个防火墙就像中国的那个 GFW 对吧？来控制恐怖极端思想，通过互联网那个平台传播啊。再比如不得在公共场所男的不准穿长袍，就是不准；女的不准戴面纱，好像法国前2年有的啊，立过法了，不准戴面纱，但没用啊，你就说表面形式有什么用呢？我要从根子上去那个隔绝，知道吧？
所有清真寺的阿訇啊，必须进学习班啊，学习内容，到我们新疆来，我们会教他们，对吧？必须那个学习时候考核通过之后才有资格回去当阿訇，否则继续那个学习，然后那个阿訇呢，那个叫由政府相信得过的人去当阿訇。你去把清真寺关了干嘛？你有毛病啊！你政治不正确了，那个宗教没有宗教自由了，那怎么行呢？对吧？傻不傻啊？那个，然后切断所有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严密监控亲伊斯兰的各个政治团体啊，还要立法强迫那个15岁以下的穆斯林少年儿童全部要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啊！他不读书啊，他没钱读书，穷，免费的，法国政府给钱啊，德国政府给钱啊，对吧？特别是女孩子啊。必须接受教育，公开场合必须讲那个当地的官方语言，不得讲那些穆斯林乱七八糟、阿拉伯语乱七八糟，对吧？那个然后呢，安排成年的穆斯林难民接受就业辅导、职业培训，并进行考试啊。那么这样，这个那些难民啊，成年难民啊，就拥有了一技之长啊，就可以就有找着工作，可以维持生计了，可以吃饭了，可以不饿死了，有饭吃了，还能养家，对吧？还能养家。然后呢，你有饭吃可以养家了，你对生活就有希望了，对吧？有了做人的就觉得有一点做人的尊严了，不像狗了啊，不是比狗还不如了，对，就不容易去被那帮极端的恐怖分子去洗脑了。那么然后呢，就是说派一些，然后针对那些18到25岁那帮那个穆斯林年轻人啊，对他们进行文化渗透啊。让他们接受那些欧洲的人的生活方式啊，这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对吧？特别是年轻女性啊，让他们接受那个，然后呢，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将那帮穆斯林全部世俗化的穆斯林还是比较温和的，还是大部分人那个国家，大部分人还是能接受的，对吧？那个极端化的我真不能接受，真的。对吧？那这些诸如此类的措施啊，这是一家之言，我也不是专家，对吧？就是我能想到的我就说出来，然后呢，那这些措施必须同时进行啊。我跟你讲，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兵来如山啊，病去如抽丝啊。我估计让欧洲这些特别是法国、英国，至少需要10年以上坚持不懈的努力，然后我政府要换届，各界政府坚持不懈的努力啊。这个是这种极端主义思潮啊，才会逐步的消除，然后种族矛盾、宗教矛盾、社会矛盾啊，那个才会慢慢的那个减少，否则欧盟的前途堪忧啊。那不过呢，我估计那帮老欧洲的白皮书啊也学不会，然后或者是说他不屑于学，他认为你们中国人想说办法，我学你，我不是没面子了，对吧？我祖上也扩过，对，虽然我现在不行了，对吧？我祖上也扩过啊。他老的那帮白皮书都经常把自己当成那个圣人啊，就一个劲的装逼、装圣母饭，你知道吧？那些欧盟国家当年那个大量接待穆斯林的，都是他们造的孽，对吧？造成人家国破家亡，人家活不下去了才逃到你们那个国家，是吧？那个车臣、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好多国家，对吧？那你看，光法国就有600多万，将近600万的穆斯林难民啊，那么人口数量还在不断的增加啊！我跟你讲，过几年就装逼装不成，就要被那个人口结构就彻底颠倒过来了，这是活该啊！我跟你讲，说实话啊，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对吧？你一比较，跟美国一比，跟那个法国、欧洲其他英国一比啊，美国现在一团糟。我前两期视频说的很那个了，很仔细了，很清楚了。不管川普赢了大选还是输了大选，美国我估计都会有比较大型的动乱啊，还有那个疫情，不说了，这2天吓死人了啊，疫情啊，甚至我跟你讲，大动乱会发生什么内战，对吧？左派右派的极端组织内战啊，然后有可能国家分裂，对吧？那你们去看我那个前面2期，川普赢了，还有一个川普输了这2期视频啊。那欧洲最近连续发生了恐怖系列袭击啊，那个包括那个，如果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欧洲的产生的那些原因啊，如果上述那些那个产生那个恐怖袭击的那个问题啊，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今后期那些恐怖袭击还会不断的发生，对吧？造成什么经济衰退，对吧？加剧种族和民族矛盾，对吧？族群撕裂。那然后呢？英国和那些白皮书啊，那些白人那要报复，对吧？这个什么关清真寺啊，然后开始就互相攻击了啊，百姓之间攻击了，强力部门更要攻击了，对吧？那我跟你讲，很有可能就发生人道主义灾难。小猴子当年就这样干的，对吧？
你看欧盟的前途堪忧啊，欧盟啊，欧元我也不看好，我跟你讲啊。好，你看欧盟、美国都不行了，都没有嗝屁嘛，都离嗝屁也不远了，你说吧？就是我们大中华啊，泱泱大中华一枝独秀了，开心吧？作为中国人，我特别自豪，我跟你讲啊，那这就是把风光这边读好。你看那个前几天又推出了那个“十四五”规划，那个计划宏伟，对吧？那个今天又开了那个19届五中全会，对吧？我们中国的记忆期又来了啊！中国的记忆期又来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指日可待啊！你看，我认为再给我们，你看美国、欧美这个鸟样啊，我估计就是说就这样等死啊！再给我们10到20年高速的和平发展时期啊！这个的事情我们不做老大，谁做老大？我们不做老大，天理都不容啊！你说是吧？天佑中华，天佑中华，所幸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啊，都是历史者。好，这期节目讲完了啊，希望老铁们呢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呢，都踊跃留言的啊，集思广益，共同探讨，对吧？那个3个诸葛亮，那个3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对吧？消灭恐怖主义是我们全人类的义务啊，对吧？希望大家点赞、转发、订阅，谢谢大家。